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自我同一性这个话题，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3期视频了。在前2期视频里，我们聊到了奥德赛时期，并且介绍了心理学家 Marsha 的4种自我同一性状态：达成、延缓、早闭和扩散，并且重点讨论了延缓和扩散在表面上的相似与内部结构上的不同。这2期视频发出来之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下了非常有质量的回应。比如这位网友认为，延缓和扩散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一个光谱，完全停滞的人是很少见的。我们应该更多的持鼓励的态度，因为在一个苛刻的环境下，那些盲目乐观的理论也能给人提供为数不多的支持。我很认同这位网友的看法。Marsha 的4种同一性状态虽然在理论上非常清晰，但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它从来都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标签。人的同一性状态本身就是流动的，就像我们在去年那期讨论自由意志和基因决定论的视频里也说过，心理学的理论并不具备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那种决定性，因为人的意识有反身性。当一个人意识到某种心理学规律后，即使他之前的100次行动都是符合规律的，那么他下一次也可能因为这种意识而偏离这条规律。人是被自己每时每刻的行动所塑造的。我们不是先有一个固定的本质，然后被这个本质决定行为，而是每一个具体的行动都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是谁。比如一个人做了某种性格测试，被告知他是某种类型或者人格的人。从他得知这个结果的那一刻起，他和这个标签之间就有了距离，他可以选择认同，可以选择反对，或者跳出这个身份。他知道的关于自己的标签和身份越多，他其实也就越能超越这些标签，最终呈现出很高的自我复杂性。同样的道理，一个处在同一性扩散状态的人，看到咱们前2期视频之后，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在停滞，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是不是真的有进步。实际上他在做这个思考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在从扩散转向主动的探索了。而当他用心回忆时，他也一定能发现自己的一些进步。这个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已经使他发生了微小的改变。所以这些心理学概念的意义，从来不是给一个人贴上永久的标签，而是给我们提供一面镜子来看见自己。不过 Marsha 这套理论也有一些局限，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此刻处在什么状态。比如 Marsha 会评估受访者在各个方面是否经历过 exploration， 有没有形成 commitment， 然后判断受访者的状态属于早闭、延缓还是扩散，但这都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诊断。这里我们需要介绍2种研究方法：结果定向和过程定向。结果定向关注的是这个人最终达到什么状态，而过程定向关注的是这个状态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它的内部机制是什么。换句话说， Marsha 描述的是结果，但没有描述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引用我们今天要讲到的 Bertansky 的同一性风格理论。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在讨论 Bertansky 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聊一聊他的哲学基础。Bertansky 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理论家，或者说科学家，不断地提出关于我是谁的理论模型和假设，并在现实生活中收集信息、总结数据和验证这些假设。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每天都要面对与自我认知不一致的信息。比如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父母或者老师说，你们是幸福的，是被保护得很好的孩子，你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可是偶然间，我们看到了一些灾难性事件，或者遇到了风险，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就被打破了，暂时无法容纳和解释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思考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时，都是以自我为锚点去理解的。你对任何一个事件的经验，背后都有一个我思在场，所有进入我意识的东西
都是由一个连贯的自我给串联起来。如果这一切不是我的经验，那么它们就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碎片。我是谁这个问题贯穿在我们的每一个微小的感受之中。比如我们在旅行时看到高山，感到宏伟，那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远远比我们的身体尺度要更高大，我们会对其产生移情，投射了一种更加高大的人格。我们看到流水会感到温柔细腻，也是因为水在物理性质上比我们的身体更软，不会伤害我们。我们每时每刻都是以对自我的认知作为参考去理解一切经验的，哪怕是这种最基础的经验。因此，一个好的关于自我的理论，意味着它更具备解释力，能够为当事人不断地修正自我结构留出余地，使当事人在面对风险和威胁时不至于让自我认同陷入崩溃。这和科学家追求理论的解释力是一样的。而 Bersonsky 的这种观点明显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 Kelly 的个人建构论。Kelly 认为人是自己建构出来的，一个人每天在生活中试图理解自己和他人，和爱因斯坦尝试理解宇宙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不断地构建模型并修正。这个观点我们现在听起来比较容易理解，但在20世纪50年代却是非常有颠覆性的，因为它与当时心理学流行的两大主流观点，也就是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有着深刻的冲突。行为主义认为，人只是一个对外部刺激做出机械反应的有机体，而当时的精神分析认为人是被潜意识操控的傀儡，人的意识通常只是对潜意识里本能和欲望的合理化。这两者都是认为人是被动的。然而 Kelly 弘扬了人在认知上的主动性，人是一个可以主动地构建意义、主动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理论的主体。而 Bersonsky 则把这个视角应用到自我同一性的研究上。既然每个人都在构建关于自己的理论，那么不同的人在构建这个理论的时候，使用的方式是不同的。具体来说， Bersonsky 关注的是一个人的自我理论受到挑战时，当事人是如何应对的。在1992年的这篇论文里， Bersonsky 用他自己编写的同一性风格量表来测量被试在决策时的认知过程。这是一个自我测评的量表，其中信息化风格和扩散逃避风格各有10道题，规范化风格有9道题。这些测试具有优秀的重测信度。Bersonsky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被试进行重复测量，结果显示一个人的信息加工风格是非常底层的东西，不会轻易改变。他总结出了3种同一性风格，也就是信息化风格 （informational style）、规范化风格 （normative style） 和扩散逃避风格 （diffuse avoidance style）。需要说明的是，每个人都同时拥有这3种风格。当我们说一个人是信息化风格的人，指的是信息化是他身上的主导风格，而不是说他们没有规范化或者扩散倾向。首先，我们来看信息化风格。信息化风格主要测量的是当事人是否愿意主动地加工和利用信息来解决同一性危机，是否愿意检验和修正自我同一性。典型的题目是这样的：当我必须做决定时，我喜欢花很多时间思考我的各种选择。我花了大量时间认真思考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过。我花了很多时间和许多人交谈，尝试发展出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价值观。被试可以给这些描述的程度打分，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信息化风格主要对应的是达成和延缓这2种状态。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化风格与许多高级的心理机能有密切的联系，例如与大5人格中的开放性、谨慎性和宜人性高度正相关。同时，信息化的个体表现出了最高的认知复杂性和自我意识。因为新的信息总是会和旧信息产生冲突，所以信息化的个体必须思考得更加精细和复杂，以应对认知失调。需要说明的是，信息化个体的开放性与扩散风格的开放性是很不相同的。前者是一种围绕自我展开的主动建构，当事人可能经历了许多份职业，接触了许多人，但是他在每一份经历中都在不断地询问自己，
这是否符合我的理想和价值观？我对事情的理解是否有进步和沉淀？他是在主动地寻找矛盾，积极地思考。他的每一次重大的转变都伴随着自我认知的升级，并且这种升级是完全可以用清晰的、有逻辑的语言表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最终越来越能看清自己一些稳定的倾向。而扩散风格的开放性同样可能表现为频繁的更换工作、专业和伴侣。当事人可能标榜自己有一种不被定义的自由，但这些话语仔细分析又是非常空洞的，缺乏细节的，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对探索和成长的回避。比如他无法忍受任何确定的责任，对于稍微需要付出耐心的事情缺乏兴趣。他可能因为一个冲动就做出一个重大改变，但这种频繁的改变背后却没有一个连贯稳定的自我，他只是被碎片化的想法和冲动推着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讲扩散逃避风格的时候会重点谈一谈。现在我们来讲规范化风格。这个风格主要测量的是当事人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是否倾向于直接套用或者顺从重要他人的期望和社会既定规范，比如父母或者权威人物。因此，规范化风格的典型题目是这样的：我是否更喜欢在一个可以依赖社会规范和标准情景下解决问题？虽然父母和权威人物有时候是正确的，然而规范化风格主要关心的是信息的来源，而非信息的质量，并以此来防御不确定性给自我带来的威胁。规范化风格的个体对含糊不清的事情忍受度比较低，倾向于维持原有思维结构的完整。有朋友可能会说，对模糊不清的事情难以忍受，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品质，我们总不能和稀泥，得过且过吗？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信息化风格的个体倾向于主动吸收更多信息，推翻旧模型，建立新模型，从而解决这种含糊。而规范性风格的个体反而是采取一种防御姿态，当现实生活出现了超出他们就有认知的事情时，他们为了迅速消灭那种焦虑感，会本能地选择过早的认知闭合，也就是更进一步强化原有的认知结构，用权威的教条来强行解释现实，甚至扭曲现实来迎合旧观念。比如在中国家庭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父母从小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在世俗的语境里，这个门当户对是完全可以量化的，比如双方原生家庭的资产要相当，学历要相当，甚至职场上的级别也要相当。父母给出的解释是，只有这样门当户对的婚姻才能让你幸福。于是当事人就带着这套关于自我的理论进入了婚恋市场，并完全按照这个标准去筛选伴侣。但是他发现自己虽然找到一些匹配这些标准的人，但在亲密关系里却怎么也无法体验到快乐。两个人无法进行任何深度的精神交流，乏味、无聊、平庸几乎是很快就占满了生活。尤其是当发生冲突时，对方可能非常冷漠，或者充满了被动攻击。这个时候，现实的痛苦和原有的理论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含糊不清。一个信息化风格的人，他会开始反思，是不是父母的这个标准本身就存在问题。但对于一个规范化风格主导的人来说，推翻父母的理论太可怕了。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独自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当他试图向父母流露出一丝怀疑时，父母往往会抛出一个看起来很有力的反问：难道你要找一个比我们家条件差很远的人去扶贫吗？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没道理的，但对于规范化风格的人来说，它有着很强的说服力。于是，为了逃避这种深层的恐惧，他会进一步封闭自己的认知。他没有去反思这套话语的正确性，反而把不幸福的原因归结为我们还不属于真正的门当户对。按照这个思路，总能找到很多细节，比如他会想，也许是因为对方父母的退休金不够高，也许是因为对方的学历比自己低一些，所以我们才不幸福等等。客观来说，门当户对所蕴含的对等原则的确是有道理的，然而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双方在心智、能力和潜力上的对等，
而非物质和经济利益上的绝对匹配。规范化风格的个体，由于从小被要求顺从外部权威和教条，长期屏蔽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的内心世界往往是扁平和单调的，不擅长从精神的角度进行推理，缺乏对内部世界的敏感度。因此，他往往只能看到那些最表面和最容易量化的外部指标，并为这些外部指标赋予了巫术般的意义。比如，你希望和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你真正看重的是对方内在的学习能力和那种富足感，但在规范化风格的人眼中，这些复杂的精神状态是很难感知的，于是他们只能抓取最表面的那个巫术化的符号，学历、分数或者家境。然而，这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一个人成绩优秀，学历很高，可能是因为他经历了一种主动追究事物本质的认知革命，但也有可能他的学历主要是依靠机械的刷题、套路化的应试技巧以及高压的环境堆砌出来的。他的内心是疲惫、空虚和空洞的，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学习能力可以迁移。你希望找到一个内心具有富足感和松弛感的伴侣。规范化风格的人可能会过多关注对方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一个成长在物质富有但父母极度苛刻、控制欲强的家庭里的孩子，他在成年后内心深处的匮乏感、虚弱感和不安全感，往往要远远大于一个成长在家庭条件相对普通但有较多包容和尊重的孩子。规范化风格的个体对这些复杂的心理现象缺乏了解的动力，因为这极大地挑战了他们习得的那些教条。好，今天我们简单介绍了信息化风格和规范化风格。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话题的，不过篇幅所限，以后再慢慢和大家分享吧。下期视频我们来聊聊第三种同一性风格——扩散逃避型风格。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